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小林昌平所著的《这些烦恼，哲学家早已有了答案》这本书。您是否曾感到对未来的不安，想要拥有更多金钱，渴望变得更美，害怕死亡？其实这样的困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但实际上，这些烦恼并不是现代人独有的，而是自古以来一直折磨着我们人类的共同问题。既然如此，历经约2000年的哲学历史，哲学家们应该早已对这些烦恼提出了解答。因此，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哲学家们的智慧来解决您的烦恼。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坚持不了减肥感到痛苦；第二，被他人轻视的痛苦；第三，面临人生抉择感到痛苦；第四，感到人生本身痛苦。这本书通过如亚里士多德、尼采等著名哲学家为25个常见烦恼提供解答的形式呈现。而今天我将从中挑选4个问题与大家分享。观看这段视频，或许能够彻底解决一直困扰您的问题。首先是第一部分，坚持不了减肥感到痛苦。大家是否听说过功利主义哲学？这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提出的一种思想。他强调，能够增加幸福总量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减少幸福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一哲学重视快乐和痛苦的数量胜过道德或内在精神，注重结果而非过程。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功利主义反映了一个现实：人类并非依据理性或道德生活，而是由快乐和痛苦驱动的。这种思想或许对被欲望驱动的现代人也同样适用。那么，基于功利主义来思考我们为什么无法坚持减肥，可能会非常有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无法坚持减肥或偷懒不减肥，其实也是一种追求快乐的结果，不抑制对甜食或宵夜的欲望，尽情享用它们，这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尽管我们下定决心要减肥，但深夜突然想吃宵夜时，这种强烈的欲望往往会超越我们追求瘦身的理性。根据功利主义的说法，无法坚持减肥是因为这带来的快乐太过强烈，令人无法抗拒。功利主义哲学虽然合乎逻辑，但它打破了传统追求正确与美好的哲学思想，直面人类本质，重视快乐的力量。然而，这种思考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无法坚持减肥的根本问题。在这里，19世纪英国哲学家 J.S. 密尔出现了。密尔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升级。他主张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异，还存在质量上的差别。密尔认为，当面对2种快乐时，人们会选择质量更高的一种。他这样说：那些体验过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的人，毫无疑问会坚定地选择高级快乐，即使有人向他们承诺丰富的动物性快乐，他们也不会愿意变成低等动物。换句话说，如果人们知道存在比放纵食欲带来的动物性快乐更高级的快乐，他们会选择后者。对于减肥来说，如果抑制对甜食或宵夜的欲望能够带来更高级的快乐，比如通过节制饮食收获紧致的身材，或者达成减肥目标的自我满足感，那么这些高级的快乐便值得追求。如果密尔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可能为我们坚持减肥提供了启示。然而，密尔为什么如此坚信，知道高级快乐的人不会选择低级快乐呢？如果我们回到功利主义的前提，人是由快乐驱动的，而非理性，那么高级快乐比低级快乐更强烈，因此人会选择前者。确实，战胜眼前美食诱惑的成就感听起来很美好，但通过塑造身材获得的成就感真的能强烈到让我们抵抗美食的诱惑吗？对此，密尔解释说，不愿堕落为卑劣存在的这种犹豫可以用许多方式解释，而最恰当的名字就是尊严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尊严感，这种感受与人类的高级能力成正比。对于那些尊严感强烈的人来说，任何与尊严相冲突的事物都不会成为他们的欲望目标。根据密尔的说法，一旦人们体验到更高层次的快乐，
就不会再愿意回到低级的快乐中去。那些体会过高层次快乐的人，不会认为满足于低层次的快乐是令人向往的存在，因为他们拥有知晓高级快乐的尊严感，也就是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让他们能够忍住眼前充满卡路里的甜食或油腻的食物。一旦人们经历过一次克制欲望、达成理想自我的体验，他们便会将这种自豪感铭记于心，成为抵挡眼前诱惑的支柱。要坚持减肥，需要有至少一次坚持下来的成功经验，这种成功经历会成为一种高级的快乐，帮助人们忍耐低层次的诱惑，成为继续减肥的动力和自豪感。那些从未成功减肥的人该怎么办呢？根据密尔的理论，他们可以回忆自己在其他方面曾经成功忍住诱惑、坚持到底的经验。每个人在过去都曾有过战胜诱惑、完成某件事情的经历，不妨回忆起这种自豪感，试着在今晚果断拒绝甜食的诱惑。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被他人轻视的痛苦。为什么那个人的态度让我难以忍受？为什么我会被他人嘲笑、轻视？这些疑问让我们失去自信，甚至让生活变得难以承受。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被他人轻视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社交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探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思想。他与弗洛伊德和荣格齐名，阿德勒心理学因为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而广为人知。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课题分离，这种理念可以应用于职场、学校的人际关系，甚至于校园霸凌问题。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是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个角度来思考。比如，在公司里，假设一个下属不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这时整理办公桌是谁的课题呢？整理办公桌是下属自己的任务，而不是上司的。无论桌面是整洁还是凌乱，应该由下属自己决定。作为上司去操心这件事并无意义。然而，当上司强行要求下属整理桌子时，实际上是在干涉他人的课题。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强行干涉他人的课题会引发摩擦。所有的人际关系问题都是由于干涉了他人的课题，或者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而引发的。因此，我们需要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一视角来冷静地判断，明确哪些是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并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不干涉他人的课题，同时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阿德勒指出，仅仅做到课题分离这一点，就能改善人际关系中的烦恼。如果将课题分离应用到被他人轻视的痛苦这一问题上，结果会是怎样呢？从结论来看，不希望被人轻视是自己的课题，而别人是否轻视自己是别人的课题。如果有人轻视您，您无法干预或阻止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分开，就不会产生问题。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被轻视本身，而在于我们错误地将被轻视当作自己的课题来对待。当我们误以为别人的课题是自己的责任时，问题才会出现。阿德勒指出，当我们不自觉地扛起别人的课题时，便会感到痛苦。那些轻视别人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自身的困扰，可能是优越感或自卑感的体现，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课题。另一方面，如果您因为被轻视而失去自信，将此内化为自己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您的课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或努力。无论如何，那些轻视您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课题，而您则有属于您自己的课题。然而有时我们无法完全剥离自己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难免会感到压抑。例如，在遭遇严重的欺凌时，如果您被逼到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么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那个环境中果断地逃离，强行将他人的课题与自己分离开。正如阿德勒所说，放眼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不必强迫自己去上学或上班，而是找到一个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先确保生存，
等到您恢复到足以抵御痛苦，或能够切割这些痛苦时，再重新出发。您只需活出自己的课题，不需要背负他人的课题。您的人生属于您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接下来是第3部分，面临人生抉择，感到痛苦。人生充满了难以抉择的瞬间，事业发展、婚姻选择。如果要结婚，是选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成为上班族还是选择独立创业？除了这些人生中的重大决策外，每天还有无数的小决定在等待我们。比如，是否与上司商量某件事？中午在哪里吃饭？是否陪上司去喝酒应酬？还是优先陪伴家人直接回家？无论是轻松的选择还是重大决定，每个选择都会伴随一些程度的苦恼。那么，在面对这些选择时，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支持的理论或指引呢？虽然没有你应该选择这个的明确指引，但确实存在一些消极的指导原则。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通过认知科学，建立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学科。他提出了前景理论。这个理论的结论是，人类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为了证明这一点，卡尼曼进行了多个实验。其中之一是这样的情境：你面前有2个按钮，假设按下 A 按钮，你有80%的概率获得4000美元；按下 B 按钮，你有100%的概率获得3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实验结果显示，很多人选择了 B 按钮。然而，从统计学中的期望值来看，哪个选择更为合理呢？A 按钮的期望值是4000美元乘以80%，等于3200美元；而 B 按钮的期望值是3000美元乘以100%，等于3000美元。也就是说，按期望值计算，实际上 A 按钮的回报更高。然而，我们人类却直觉上倾向于选择 B 按钮。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实验。如果按下 A 按钮，你有80%的概率损失4000美元；按下 B 按钮，您则会100%损失3000美元。现在你会选择哪个呢？实验结果显示，更多人选择了 A 按钮。通过期望值的计算， A 按钮的损失是3200美元，而 B 按钮的损失是3000美元。从数学上来说， B 按钮的损失较小。然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 A 按钮。您是否也做了类似的选择呢？卡尼曼通过这些实验得出结论，在人们面临收益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确定性较高的选项；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们则倾向于选择冒险的、带有赌性选项。虽然期望值是合理的选择标准，但人们为什么总是做出不同的选择呢？对此，卡尼曼指出，人类对损失的痛苦更为敏感。他的研究数据显示，当收益和损失相同时，损失带来的痛苦是收益带来喜悦的2.25倍。人类是感性生物，不愿意承受损失，因此有时会做出不理性的选择，避免痛苦。除了前景理论外，还有其他证明人类无法做出合理判断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选择心理学的教授希纳·艾恩格尔曾做过一个实验：当食品店的试吃区摆放24种果酱时，与摆放6种果酱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摆放6种果酱时，30%的试吃者最终进行了购买；而当摆放24种果酱时，只有3%的试吃者购买。这个实验表明，虽然选择越多，看似自由度越大，但实际上，选择过多反而会让人无法做出决定，甚至放弃选择。这被称为选择麻痹。像这样，人们不仅难以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且随着选择的增加，判断变得更加困难。这表明做出选择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甚至有心理学家建议，作为人生的指引，尽量避免自己做选择。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在这些时候，如果您还没有完全满意，就不要仅凭直觉仓促决定。如果对选择后的未来仍有疑虑，那么在这些不确定性澄清之前，保留判断是很重要的。到了最后关头才做决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将判断交给他人也是一种方法。更进一步说，即便等到一些选择自然出现后再考虑，也不算浪费时间，因为人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且总伴随着非理性的风险。即使社会普遍认为果断决策是很酷的，但即使被认为优柔寡断，也应暂时保留那些无法做出的决定。卡尼曼强调，不仅要依靠直觉快速决策，还需要慎重考虑，进行深思熟虑。当面临 A 或 B 两者的选择时，如果您不满意，也不要放弃，继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 C 或 D 选项，这也是过上无悔人生的方式之一。接下来是第4部分，人生本身的苦痛。生活艰难，债务积累到无法偿还的地步，家人和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恶化到无法修复的程度，智力和体力逐渐枯竭，烦恼堆积，身心被追逼到极限。你是否曾经觉得，除了死别无他法？在这样的时刻，也许您觉得哲学只是纸上谈兵，但它可能正是您所需要的支撑。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可能会这么说：当您真正意识到死亡时，也意味着您觉醒了自我的全体性。换句话说，就是觉醒了真正的自我。海德格尔指出，当今许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浪费时间，沉溺于无意义的闲聊和琐碎的事情。人们在这些无聊的世俗谈话和虚无的娱乐中虚度光阴，忽视了自己存在的终极命运——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只是个抽象的词汇，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人去世，但很难把它与自己联系起来。然而有时，人会突然被莫名的恐惧所笼罩。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你意识到自己也是会死去的存在。这种恐惧能否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尽管人生中有很多梦想和成功的可能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唯有死亡是唯一确切的、必然发生的可能性。没有人可以代替您去死，死亡是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的本质性事件。尽管许多人试图通过无意义的谈话和娱乐来逃避，但死亡最终会降临于每个人身上。死亡是唯一您可以确定的事情，即使您不主动寻死，死亡终究会到来。当您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时，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存在。然而，要真正把死亡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是很难的。即便脑中清楚，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随意度过生活，不去多想死亡，继续享受快乐的生活。与忘记死亡、得过且过的心态抗争是困难的。即便如此，那些被困于身体、经济或精神苦境中的人，真正开始认真思考死亡的人，会如何呢？当一个人被迫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时，他们往往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人生的整体性。海德格尔称之为向死而生，这不仅仅是理论，而是通过肉身切身体会到的体验。面对深渊的底层，这种体验或许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一旦走错一步，您真的可能就此离去。然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人们能切身感受到死亡，这才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人类的心理有正面与背面的两面，在表面的自我背后，还有另一个隐秘的自我在蠢蠢欲动。比如，常说想死的人，往往会梦见自己死亡。荣格派心理学家和隼雄分析认为，这类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破坏现有自我、渴望重生的愿望。当一个人诉说想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在身体上死去，而是希望在社会意义上死亡。也就是说，他们渴望重生。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否让他们放弃肉体上的自杀，而是选择在社会上死亡呢？当人生陷入最低谷，与其选择上吊或跳轨，不如干脆坦然接受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去。既然迟早要死，为何不试试尽自己所能背水一战呢？以最后的觉悟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顿、工作上的失败，
还是人际关系中的问题？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许可以迎头直上。当人们真正下定决心面对死亡时，反而会开始真正活在属于自己的根本时间里，珍惜人生的剩余时光。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